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最近 SpaceX 上市，燃起了很多人的忧虑。一家还在亏损状态的公司，主要靠讲故事就实现了2.2万亿美元的 IPO 市值，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不禁让人忧虑当下的 AI 泡沫。那么这场 AI 盛宴到底是不是一场大型泡沫呢？它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会不会有一天惨烈崩盘呢？那崩盘又可能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回头看看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科技泡沫就很清楚了。人类历史上最近200年来经历过至少6次大型科技泡沫，而今天我们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这6次泡沫崩盘里面。这6次大泡沫几乎都沿着相似的轨迹，上演着同样的剧本，它们都诞生于某个或多个重要的科技突破，它们都在人们的狂热中冲上巅峰，它们又都在遭遇流动性紧缩当中突然崩盘，灰飞烟灭。而股市和新技术总是浴火重生，踩着投资者的累累白骨，不紧不慢地走向下一个繁荣。今天老管带大家一起回顾总结过去的6次科技泡沫，从中归纳总结出4条科技泡沫形成、发展与破灭的一般规律，然后我们用这4条规律重新审视今天的 AI 泡沫，看清楚这场疯狂的盛宴到底走到哪里了。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会对科技泡沫、对未来的资产布局有更清醒的认识。我们先看第1次泡沫，英国运河泡沫。时间回到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英国的煤矿、钢铁厂、纺织厂快速发展，但运输却成为最大的瓶颈。那个时候没有铁路，货物运输主要靠马车呀，那你想那成本得多么的昂贵呀！1吨煤炭运输几十公里，那运费都超过煤炭本身的价值了。于是呢，就有了新的技术，就是开凿运河。水运成本是远远低于陆地运输的。结果1761年 Bridgewater 人工运河建成通航，这条运河一共就才65公里，它连接着煤矿和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这煤价几乎下降了一半。运河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利润。那到了1790年前后，越来越多赚到钱的运河让市场情绪狂热起来，人们疯狂的到处开凿运河呀，而投资者们已经不再关心具体项目是否可行了，只要带着运河俩字的都肯定赚钱，都疯狂抢购他们的股票。那1791年就成为整个运河泡沫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英国议会一口气批准了20多个大型运河项目，募集资金超过700万英镑啊！那投入运河行业的资金接近英国 GDP 的5%呀！那如果按照今天美国3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来类比，相当于一年有1.5万亿美元投进去了。股票市场彻底沸腾了，贵族、商人、律师、医生，甚至普通的农民都在疯狂地购买运河股票。然而大量项目甚至还只是停留在图纸上，没有开工，连工程师都没有，股票价格就已经上涨数倍，市场气氛达到狂热巅峰。然后这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儿。1793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呀，英国对法宣战，资金突然开始短缺，利率飙升啊。当资金利率很低的时候，投资者可以借钱买股票啊，运河公司可以低成本筹资来搞建设呀。而利率飙升到一定程度，就让资金链给断裂了。投资者这才发现啊，很多运河项目它只是连接2个偏远的小镇，根本就没有什么货运需求。运河股票价格暴跌，泡沫破灭，大量投资者血本无归。但有趣的是啊，
虽然投资者尸横遍野，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运河最终被建成，全国的运输网络逐渐形成，煤炭、钢铁、工业原料的运输成本大幅下降，那工业革命因此进一步加速。那英国后面很快就迎来了新的经济繁荣。我们再来看第二次科技泡沫，英国铁路泡沫。那时间又过了50年，1840年代，蒸汽机技术不断成熟，铁路开始在英国快速发展。1830年，连接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铁路正式通车。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本需要1天时间的旅程，现在只要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原本依靠马车运输的货物，现在能以几十分之一的成本，以更快的速度运往全国各地。铁路展现出巨大的潜力让整个英国为之疯狂。投资者相信，铁路将彻底改变英国经济，英国将进入全新的时代。这铁路狂热就掀起来了，大量的铁路公司涌入资本市场，新的铁路计划每天都在出现，一张规划图就能筹集到大量资金。最疯狂的时候，英国议会1年就批准了数百个铁路项目。到1846年，铁路公司计划募集的资金总额已经超过3万亿英镑，占了 GDP 的60%以上。那相比而言，刚才说的运河泡沫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即使今天的 AI 投资规模与之相比，也是远远无法匹敌。整个社会都被卷入这场狂热，家庭主妇，甚至很多从来没有坐过火车的人，也都在疯狂购买铁路股票。然而呢，1845年，爱尔兰爆发严重的土豆病害，大量农田绝产最终演变成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那为了缓解粮食短缺，英国就不得不从海外大量进口粮食在当时那是金本位制度进口粮食就意味着黄金在源源不断的外流。那黄金储备下降，那英格兰银行就开始担心货币体系不稳当它就连续被迫提高利率，吸收黄金回流国内短短几年的时间，利率就从3%左右上升到接近8%。一开始利率的上升并没有引起铁路投资严重的问题，但是随着利率的持续上升，终于超过了某个临界点，高度依赖这个融资的铁路行业就扛不住了，整个行业立刻陷入了资金链危机。1847年，大量铁路项目被迫停工，投资者这才发现，很多铁路项目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足够的客流和货运需求，甚至永远都不可能盈利，就跟前边说的运河泡沫一模一样。那现在潮水退去，这些光屁股的全都暴露出来了，铁路股票价格暴跌投资者损失惨重，英国经济因此陷入衰退。结果一样泡沫虽然破裂了，却留下了遍布全国的铁路网络。那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铁路大幅降低运输成本，促进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帮助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我们再来看第3次科技泡沫，美国铁路泡沫。如果说英国铁路泡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股市狂热，那么1873年的美国铁路泡沫是第一次由技术革命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泡沫。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美国掀起了建设铁路的热潮1869年，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正式通车。那铁路对美国格外重要经济效应是格外的突出，因为美国幅员辽阔你这个铁路一连通，原来人进不去、货运不出来的这些内陆地区、西部地区就涌入大量居民去开发这就促成了很多城市的诞生，加速了工业化，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那英国上演的那些，在美国就再次上演。为了鼓励铁路建设，美国政府向铁路公司赠送了 1.7 亿英亩的土地，铁路公司则利用这些土地作为抵押品，发行大量债券向市场融资。不仅美国人在投资铁路，那欧洲投资者也都在疯狂购买美国的这些铁路债券。来自英国、德国、荷兰的大量资本是源源不断涌入美国的铁路行业，整个美国的铁路投资就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投资狂潮。
当美国、欧洲都沉浸在泡沫狂欢的时候啊，这个危机就悄悄逼近了。当时德国开始重建金本位制度，它大量的建立中央黄金储备啊，这实际上就起到了抽紧货币供应的效果啊。但当时人们没意识，那利率就开始上升啊，融资成本就变得更高了，经济紧缩，你到了某个阈值，危机又一次忽然爆发。1873年5月，维也纳股市率先崩盘，恐慌就迅速蔓延到柏林和整个欧洲的金融市场。那欧洲投资者开始停止购买铁路债券呀，纷纷的从美国撤回资金。那对于美国铁路行业来讲，这可是致命打击啊！危机集中爆发在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银行 J. Cook 这个公司身上。这家公司啊，负责北太平洋铁路融资，被视为美国金融界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然而，随着欧洲资金枯竭，铁路债券销售失败，公司资金链迅速断裂 ，J. Cook 公司宣布破产。消息传出来以后，华尔街陷入恐慌啊！纽约证券交易所被迫关闭10天。人们这才发现啊，同样的，美国很多铁路项目穿越人烟稀少的荒原，压根儿就没什么货运需求，铁路股票、铁路债券全面暴跌，大量银行企业相继倒闭，美国经济随后陷入了一场长期萧条。同样的，投资者赔的是血流成河呀，而美国铁路却是最终的赢家。覆盖整个北美大陆的铁路网络就建成了，它促进了人口迁移、城市化、工业化，并最终帮助美国在19世纪末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1工业强国。我们再来看第4次科技泡沫。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又迎来了一场技术革命，那就是电力革命。在电力普及之前，工厂你主要依靠蒸汽机呀，城市夜晚照明要靠这个煤气灯啊。1880年前后，爱迪生发明实用化的这个白炽灯，那电力开始进入工厂、街道和家庭。与此同时呢，电话、电车、电动机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啊，一种全新的能源体系和工业体系正在诞生。那当时的电力就像今天的人工智能一样啊，它代表着未来的世界、未来的生活呀。投资者相信，未来所有的工厂都要使用电力，所有的城市都会被电灯照亮，整个经济都会运行在电力的基础上。那这后来看都是没错的。188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和欧洲就掀起了这场电力投资热潮，无数电力公司、电车公司、电话公司、电气设备公司成立。很多企业你只要带上个 electric、power 或者是 electrical 这些字样，那就能够轻松获得融资。大量投资者疯狂买入相关股票。那同时呢，银行又不断提供贷款，资本市场就不断为这个新项目融资。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对新时代的乐观的狂热情绪里。然而泡沫破灭还是来了。同样的，破灭并不是一天就发生了，而是风险慢慢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突然爆发。先是1906年4月，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引发大火。这场灾难摧毁了大半个城市啊，当时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那由于大量建筑它投保于英国的保险公司，那伦敦的金融机构就不得不向美国支付巨额的赔偿金。在金本位时代啊，赔偿就意味着这个黄金大量要从欧洲流向美国呀。黄金外流导致欧洲银行体系流动性趋于紧张，英格兰银行就被迫提高利率以保护这个黄金储备。那全球金融环境就开始收紧了，而此前依靠廉价资金扩张的资本市场和电力投资也逐渐变得脆弱敏感起来。最后一次失败的投机就彻底刺破了这个泡沫，那就是1907年美国投机者亨特兄弟他试图操控一家联合铜矿公司股票，结果失败了，股价暴跌，由此引发了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大量投机资金爆仓啊，背后提供融资的这些金融机构也受到严重的冲击，整个市场都开始怀疑这些机构的偿付能力，恐慌迅速蔓延，到10月演变成史上最严重的金融恐慌，道琼斯指数从高点跌去接近50%，
大量银行、企业、金融机构倒闭。那泡沫破裂之后，投资者血本无归啊。但是，一些真正优秀的公司和基础设施被保留下来。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电力彻底改变了工业生产方式，并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我们再来看第5次科技泡沫。如果说运河、铁路、电力泡沫只是技术革命过程中的局部震荡，那么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狂热，则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壮观的一次技术革命泡沫，而它的最终结局也成为现代经济史上最惨痛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与此同时呢，一系列划时代的新技术开始集中爆发。最突出的是汽车，它开始进入普通家庭，然后这个电力逐渐覆盖全国，收音机第一次把信息实时传递到千家万户，而电话更加快了信息沟通的速度。家用电器、电影院这些新的产业都快速发展。整个美国社会仿佛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当时的美国人相信科技的发展将带来永久的繁荣。从事后来看，这都没错。汽车改变了世界，电力也改变了世界电报、电话、大众传媒同样改变了世界。美国经济生产率持续提升，企业利润也快速增长。股市上涨最初也是有着坚实的基本面支撑的。然而，随着这个牛市持续，市场情绪逐渐走向狂热。1921年到1929年，道琼斯指数上涨超过5倍。于是呢，家庭主妇、出租车司机、擦鞋的孩童，几乎人人都在讨论股票投资。一些新技术公司股价在短短几年内上涨几十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钱炒股。当时，投资者只需要支付10%左右的保证金，就能购买股票。技术牛市又叠加了杠杆牛市把这个股市一路推到天上。然而，在这狂热之中，危机开始积累。到1928年，美联储开始担心投机过热，为了抑制投机呢，美联储就开始持续的收紧货币政策。1927年，美联储贴现率仅仅是3.5%，随后呢连续加息，到1929年提高到6%。同样的剧本一开始没有发生什么，但是当这个流动性紧到一定阈值的时候，危机就突然爆发。1929年10月，股市在一片沉寂当中突然暴跌，先后经历了这个黑色星期四、黑色星期二，大量投资者开始抛售股票，恐慌迅速蔓延，股价下跌引发保证金追缴，而保证金追缴又迫使更多的投资者卖出股票，市场就陷入了这样互相踩踏的恶性循环，全面崩溃。此后呢，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就陷入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历史再一次展现出它的讽刺，投资者尸横遍野，但新技术却持续发展。汽车、电报、电话、传媒，真正优秀的企业呢，最终存活下来，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头塑造了一个新社会。我们再来看第6次大型科技泡沫，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可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技术革命泡沫了。你回头看互联网革命那是真的，它改变了商业媒体，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在1990年代末，资本市场却把这场真实的技术革命演绎成一场史无前例的投机狂潮。1993年，图形化浏览器开始普及，普通人第一次能够方便的访问互联网。那随后几年呢，互联网用户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电子邮件、门户网站、在线购物等新模式不断出现，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全新的数字世界正在诞生。1995年，王景公司上市这家公司几乎没有盈利，但上市首日股票便暴涨数倍。随后呢，大量互联网创业公司雨后春笋冒出来了，华尔街沸腾了。当时流行一句话，你只要公司名字后面加个 .com， 那公司就会上涨。很多企业甚至没有成熟的产品，连个盈利模式都没有，讲个故事就能轻松的融资。投资者不再关心赚不赚钱，只相信一件事儿，不久的将来就一定要赚大钱。与此同时呢，美国经济正处在黄金时期，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呀，经济增长强劲，这个通胀温和，资本市场资金充裕啊。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之后，美联储连续降息，向这个市场注入了宽松的流动性，那进一步推高了这个科技股的上涨，那风险投资就疯狂的涌入硅谷，投资银行也争相给这些互联网企业融资上市，投资者都担心错过下一个微软，下一个暴富机会啊。整个市场就进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更多的公司股价暴涨，又吸引了更多人来投资，吸引了更多的创业公司诞生。1995年到2000年，短短5年间，纳斯达克指数上涨超过4倍，而许多互联网公司涨幅就远远超过这个指数本身。亚马逊呀、雅虎啊、思科啊，都是当时最火爆的明星。最疯狂的时候啊，一些分析师甚至宣布，传统的估值方法已经失效了，用户数量比利润更重要，互联网公司不需要盈利。那疯狂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就借钱投入股市。然而，流动性收紧的魔咒又悄悄来了。1999年，美国经济已经明显过热，失业率降至数十年来的低位，劳动力市场紧张，那通胀压力开始上升啊。美联储就开始担心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失控了，于是从1999年年中开始，美联储就连续加息，利率就从 4.75% 提高到2000年5月的 6.5%， 仅仅提高了不到 2% 的利率啊！可是互联网泡沫就被这不起眼的利率上升给完全刺破崩盘，因为绝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它并不赚钱啊。他们的估值来自对未来10年甚至20年、30年的增长想象。随着融资成本提高，风险投资开始变得谨慎，投资银行开始收紧融资，市场突然开始追问一个此前大家都不关心的问题：这些公司到底什么时候能赚钱啊？没有人能给出答案，那市场信心开始动摇。2000年3月，纳斯达克指数见顶，随后大量互联网公司股票开始下跌。最初人们认为这只是一次正常调整啊，可是随着股价持续下跌，融资环境不断恶化，越来越多依赖外部融资生存的互联网企业陷入困境，资本市场从点击率至上迅速转向盈利至上，融资渠道关闭了，现金流耗尽了，倒闭潮开始出现，大量的点 com 公司破产。2002年底，纳斯达克指数相较高点累计下跌78%，数万亿美元市值蒸发，大量投资者损失惨重。当然啊，历史的车轮依然向前啊，只不过它要碾过无数投资者的累累尸骨。泡沫破裂，但互联网革命没有停止，相反，正是在泡沫时期建设的大量光纤网络、服务器机房和互联网基础设施，成为后来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后来的10年，互联网公司找到了赚钱的模式，而且实现了人类此前从没见过的巨大规模的利润。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这些巨头公司创造的利润，那是以前不可想象的奇迹。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6次科技泡沫所展现出来的4大规律。回顾这6次泡沫，虽然它们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围绕着完全不同的技术展开，但它们的发展轨迹却惊人的相似。它们都呈现出以下4个共同点。第一，每一次科技泡沫都源于一次重大技术革命和人类的过度乐观与迫不及待。回头看，每一次重大技术创新都是划时代的，都是改变人类经济运行方式、改变经济形态的。对于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进步来说，是影响巨大的。但是每一次形成泡沫，都是因为人类的迫不及待与过度乐观。人类总是把需要很长时间10年、几十年才能实现的东西，想象成似乎明年、后年就能立刻实现，还会把真实的这个需求的场景和规模过度夸大。这种迫不及待和过度乐观裹挟着人们的暴富梦想，就一路把一场技术进步演化为狂热的投机泡沫。第二，每一次科技泡沫的形成
大体都需要经过3轮集体性的情绪刺激和扩散，直到最后通过羊群效应渗透到全社会的大部分角落。技术进步早期的成功，最开始是从少数人那里诞生，早期成功的这些消息逐渐向周边人群扩散这是第一轮，它常常是比较理性的。此后更多人加入，然后继续向更大人群扩散，后面人群的不断涌入，资金的不断投入，又进一步推高前面那些人他手里的筹码价格，市场开始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暴富故事，企业市值一飞冲天的故事。那这就是第2轮。当大量暴富故事出现以后，市场就会进入严重的非理性狂热阶段，这也是最后一轮情绪扩散。在这一轮扩散里身边的人一夜暴富的故事猛烈地刺激着每一个人焦虑的神经。没有什么比看到身边人一夜暴富更令人疯狂、更令人失去理智的事情了。那些一开始不为所动、有定力的人也坐不住了，无数人，包括市井小民，都开始倾囊投入，甚至疯狂借钱加杠杆涌入市场。结果3轮扩散之后，泡沫就进入了巅峰时刻。这里有一点还需要注意，30年以前的那100-200年的时间里，信息扩散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它主要是靠人的物理的聚集、口口相传，所以大众情绪的刺激与扩散常常要经过几年甚至10几年的时间。那今天不一样了，由于社交媒体的渗透与发达，每个人都可以在极快的时间里获取到这些暴富故事，很快就接受到它的猛烈刺激，所以这每一轮情绪扩散的时间跨度实际上是在大大缩减了的。第3，每一次泡沫发展都伴随着信用的扩张，而当出现普遍的信用扩张的时候，则预示着泡沫的顶点。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一次都会有大量借来的钱涌入市场，一个是企业在业务前景乐观的这个预期吸引下，还有就是在这个资本市场狂热情绪的推动下，他们就会借大量的钱去投资建设项目，因为这样能加快业务推进速度嘛。另外一个就是股票的投资者，他们会在股价未来越来越高这样一种乐观预期之下在希望快速暴富起来的这种情绪推动下去借钱炒股，亲戚朋友从金融机构或者干脆就用保证金交易借来的大量资金投入股市，这个信用扩张大到一定程度，到扩散到全社会比较充分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股价推到巅峰时刻。而同时呢，大量资金被投入建设采购物资所以呢又会拉动社会商品的价格普遍上行，引发通货膨胀。大家注意这个杠杆水平越高，也就是借钱的这个规模越大，全社会信用扩张渗透的越普遍，这股市呢就会越被推到更高的水平，但是将来破灭的时候会造成更加猛烈的暴跌。所以呢，这种技术乐观型的牛市，它必须叠加杠杆牛市，才能够把这个泡沫吹得足够大，当然也摔得足够狠。第4，最重要的是，每一次泡沫在顶点破裂，都是被货币紧缩碾碎的。货币紧缩通常也被称为流动性紧缩，就是利率上升、资金成本上升、融资环境恶化。这6次科技泡沫全都不是因为这个技术本身不行而破裂的，它全都是因为流动性紧缩造成的。因为很简单当资金成本上升，它肯定会引起一些资金开始往回撤你撤回来好还债嘛。那一开始是悄无声息的，市场只是波动一下，但是后面随着规模越来越大，在某个时点、某个事件上就会突然爆发，然后引发全市场的连锁反应，出现这种崩溃式的恐慌逃命，人人都希望在破灭之前把钱收回来，夺路而逃。但遗憾的是，能够夺路而逃的永远都是少数，绝大部分人都会被埋在坟墓，血本无归，尸横遍野。那么是什么导致利率上升呢？首先，泡沫本身就会导致利率上升，因为大量的人在借贷大量的企业在借贷那资金需求多，它的利率也就是资金的成本它就要上升然后呢，大量投资它又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胀又会推高资金利率，而这个时候呢，经常是中央银行开始主动加利率来对抗通胀。
那1920年代的泡沫、2000年的泡沫，都是由于央行主动加息造成的。其次呢，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意外事件，推动利率上升。这在过去6次大泡沫中发生过3次半。英国的运河泡沫时发生法国革命啊，英国对法国作战啊；英国铁路泡沫的时候发生土豆的绝产危机啊；美国铁路泡沫的时候发生德国重建金本位啊；而1906年电力革命泡沫时，旧金山大地震也引发了利率上升。好，朋友们，我们回顾完了过去6次科技泡沫，总结出来4大规律。那下一期呢，我会运用过去这些规律来审视今天的 AI 泡沫。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今天这场 AI 革命酝酿的泡沫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它与过去6次大泡沫有哪些不一样呢？它是否会破灭？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会破灭呢？欢迎期待下期节目。喜欢我的节目，请给我点赞、关注、转发给你的朋友，让更多人了解有用、有趣的经济金融知识。欢迎加入老管的会员，会员分2级：理性之门和自由之路。理性之门每月3.99元，纯粹是对老管的赞助支持，鼓励老管做更多优秀的节目。自由之路是一个追求财富自由的俱乐部，每月9.99美元。我会每月为大家精心制作有关价值投资以及其他重要领域知识的深度节目，互相交流，一起实现财富自由。好，我们下期再见。